什么呀？那么多人呢，刚才，江天才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是，我是疯了。我过去30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疯过。你知道阻断药最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吗？不是头晕、恶心、发烧、起疹子，而是我整晚都梦到你在我的厨房做饭的样子。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破镜重圆。我要你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喜欢的是你，唐一。妈宝糟糕的无法，又烂在回忆里碎了。雨水交代又落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这是？你认识吗？没见过这个老师啊。张兆和，国内唯一一个连续3届荣获金刀奖特别贡献奖的心外领域权威教授。心外的专家，他来我们这儿干嘛？儿子，要是工作累了，咱回家，让你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咱爷俩还能下棋。你儿子小春可想你了，整天都要找你。行了，别念叨了，松开，儿子还要忙呢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难怪人家江医生年纪轻轻就这么优秀，人家是天生基因就好啊。江医生的爸爸有个好爹，所以不用付出什么努力，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切，确实值得羡慕。您来这干嘛的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在这儿给别人当儿子？那是因为你父亲当的不合格，否则儿子也不用跟别人父慈子孝。天才啊，从小到大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也知道，你是因为你奶奶怨我恨我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但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，不能一次次的自毁前途啊！付出？你说的付出，是把7岁的我生给体弱多病的奶奶，出去深造，一走就是5年，还是说你好容易回来一趟见我，只关心我有没有按照你规划的道路去走，也根本不在乎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只不过是高考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去学心外，你就觉得我是自毁前途。那我要是现在决定，我就待在这个医院，我做一辈子的牙医，你岂不是觉得后继无人了？
所以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，把天才外科医生的手用来做这些事。这些事情怎么了？这些事情不比你在手术台上勾心斗角强吗？当年你奶奶在病床上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别让你走我的老路。”现在看来，她确实是多虑了。你没资格提他。江兆和3个字，在我这儿，跟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不是你那些所谓的追求，奶奶就不会那么早离开了。追求，我的追求是让国内的医疗技术提前5年和国际接轨，你知道吗？我问心无愧。你呢？你追求的又是什么？我的追求是什么？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明白。天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有人，我先走了。唐毅，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唐毅。你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？为什么人就没了？为什么？唐毅，站住！江天才，我告诉你，能够站在你身边的只有林菲儿，你们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，她是最适合你的人。孩子牙裂不齐不用管，等到换牙就好了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孩子牙裂不齐，不仅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美观，还可能导致咀嚼功能下降，影响消化吸收，甚至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家长应对孩子牙裂不齐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并及时的寻求正畸医生的帮助。是他信誓旦旦的告诉我和我妈手术很成功，可是我妈下了手术台，没过多久她就大出血抢救无效。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妈在病床上痛苦的样子，这一切都是拜你爸所赐。二尖瓣中度狭窄，主动脉瓣中度狭窄，半中度反流，合并房产。他妈妈那个时候才47岁，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终身抗凝。卡门的手术是唯一能够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方案。我一度以为是手术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他作为主治医师，他从头到尾他站出来说过一句话吗？他没有。那场手术我整整做了5个小时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术中术后的所有指标都在可控范围以内。就
就算是他妈妈今天本人站在这里质问我，我也是这样的答案。我没有失误，我没有任何失误。他术前有严重的口腔问题，每次会诊，我都在一遍一遍地提醒你，他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造成术后感染。可你呢？你为了这个案例能赶上你的专科评选，你选择了视而不见。你以为这是我想见到的结果吗？这也不是我想见到的结果。是人就会有意外。你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的手术成功率，知道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平津吗？因为那场手术之后，我彻底看清了你。你太偏执了。只要他再多等几个月，只要等到他的牙周炎完全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接受手术。可是是你爸告诉我吗？手术后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，就是这微乎其微的概率，他要了我妈的命。我恨透了你爸，我恨了他10年，但是我更加恨我自己。我为什么没有说服我妈再等一等啊？等？他的情况能等吗？哎，你倒是知道他的情况的呀，每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呢。你不用再解释了。你可以指责我自私偏执，指责我医术不精，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职业操守。我江兆和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不像你故意把那个女孩子安排在我儿子身边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这就是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让我儿子留在你这里。你这样的怪胎！哎，菲儿，江伯伯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为什么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想到我妈，想到我妈谈着救命，那种情况，你根本就不会懂。唐毅，深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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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不是遇到尊严，我可能这辈子我都没有办法从我妈已经离开的身体中走出来。她告诉我，仇恨和懊悔不应该占据我整个人生。虽然无法改变，但是，当我和我妈穷医无门的时候，唯一给了我们希望的人，也是你爸。我们好像见过。
妈，妈，妈。请路过我的世界吧，是明是暗，是为你种的花，执笔为你又写下，书信很短，可思念很长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光阴抚摸过时间，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我和过去面对面，经受撕碎的已经翻篇，要怎么重写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你不爱我。唐医生，你觉得你真的了解丹宁？你只知道10年前你失去了母亲，但你知道那晚她经历了什么吗？一手把她带大的奶奶病危，而她的爸爸正站在你妈妈的手术台上，因为你们，江伯伯错过了救治他母亲的最佳时机。别再折磨自己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怎么样也回不到过去。阿姨的在天之灵，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丹宁，我不认为我告诉他实情有什么错。如果你们现在连坦诚相待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将来的路只会是越走越窄。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你为了你那可怜的虚荣心，还有占有欲，到底还要不择手段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是，我是不甘心。
我们2个从17岁就认识了，读书、考试、毕业、工作，你人生的哪个阶段不是我陪着你的？就那么一次，就10年前我任性了那么一回，你就要抹杀掉我们15年的情谊吗？你在国外那么多年，有梦到过奶奶吗？哪怕只是一次。一个把你当成亲孙女来疼爱的人，刚刚闭上双眼与世长辞，你却为了你所谓的机会、所谓的前途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，甚至没有想过要送她最后一程。林菲儿，承认吧，你和江兆和本质上是同一类人。我对奶奶的感情不比你少，但是我相信，换作是你，你也不会为了儿女情长放弃自己的前途的，对吗？里昂第一大学头面颈外科专项进修机会，我向拜迪教授推荐了你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月底就可以飞去法国。拜迪教授是整个欧洲头面颈外科协会的主席，3年只收1个徒弟。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？你不要告诉我你不心动。机会我会自己去争取，但不是现在。拜迪教授已经年近70，你错过这次，不知道得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。江天才啊，你的抱负呢？你以前的理想呢？你就真的一辈子愿意待在这个地方，给人修牙、补洞、虚度时光吗？我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。你跟江医生就这么结束了？你烦不烦啊？人家现在心里乱得很，你别在这添堵。哎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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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别听林菲儿在那挑拨离间，那感情的事儿还不得你们俩自己说了算？只要你们俩自己觉得值得，那你管别人说啥呢？是吧？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我们之间的这个结，恐怕这辈子都解不开了。大夫，大夫，疼死我了，大夫！快看看我智齿，大夫！快看看我这智齿，可疼死我了！赶紧给我拔了吧！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酒后我们不建议拔牙。不建议拔牙，不建议拔牙，我怎么跟我兄弟们喝酒啊？快，赶紧的，赶紧给我拔了！一会儿我兄弟们都等着我下馆子呢。哎，先生，啊，酒精会干扰凝血功能，影响术后恢复和麻醉效果的。您今天说什么，我也不能给您拔，我就先给您检查一下，好吧？嗯。来，张嘴。啊。哎呀，您这颗智齿的位置还有点刁钻，有点难拔呢。这样吧，我先给您止疼处理一下。您回去之后呢，24小时。先生，太医，先生，
怀疑食管静脉破裂，慢点啊！打120，快！小心！太医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药，什么药啊？在哪儿啊？药，什么药啊？唐毅，怎么样？吸引器，去拿吸引器，快！让开！他怎么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唐毅，唐毅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不可能分手，这辈子都别想。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我和过去面对面，经受撕碎的已经翻篇，要怎么重写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。别动，让我再抱会儿。谢谢你，江天才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谢谢你一次又一次，毫不犹豫的救了我。你记住，我不是江兆和，你也不是你妈妈。我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人。既然你之前把我从黑暗中拉了出来，我就不会再抛弃你。那江医生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别忘了我。不很靠近，这是属于你我的秘密。
科室副主任人选迟迟没定，曾院是不是在考虑江医生啊？论资历、论能力，排也该排到陈医生了吧？他可是曾院的嫡传弟子。曾院要真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早就公布人选了。你看这都过了多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曾院明着把江医生贬到了综合科，其实暗地里确实在培养他，准备让他后来人居上。你不应该没考虑过，还有面神经损伤的可能吗？你俩换位，手术继续。这明明就是陈医生先想出来的方案。陈医生，江天才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江医生，都有照片，他打人啊！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就是他？是，就是他。谈恋爱就谈这种能和孩子打成一片的男医生最好。上班呢，别这么腻歪。平津医院因殴打患者而被开除的那位无良医生江某，竟然摇身一变，成了东南沿海某口腔医院炙手可热的青年才俊。是他，就是他，一德败坏，无良医生，你有什么干什么啊？找到吧！智齿是氟牙，能不拔就不拔，可千万别被骗了。智齿区蛀牙反复肿痛，刷牙时总卡食物残渣，萌生一半停滞，过度萌发伸长，或造成邻牙病变。如遇到以上几种情况，请及时拔，切勿因小失大哦。你不要跟我解释那么多，我又不懂你们牙医那些专业术语，弯弯绕绕的。我当时的诉求很明确，就是装假牙做修复。哎，可是你们这个姓江的医生啊，他就是利益熏心，他非得让我做什么来着？上颌牙槽骨植骨手术，先给放一个人工骨，等条件成熟了再做一个种植牙手术。哎，大家伙听听啊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嘛？哎，我已经问过我的医生朋友了，人家说这种手术啊风险极高，恢复周期还长，关键是这个费用贵的是一塌糊涂啊！哎呦，你们看你们啊，就是为了挣钱，根本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啊！不管我们死活了，就是啊！我当时解释得很清楚，种植牙和活动义齿两种方案各有利弊，您是在充分了解了利弊之后，自行选择的种植牙方案，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。我所有的诊疗疗程都是合法合规的。哎呀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什么合法合规啊？我当时就是让你们给忽悠了，要不是看新闻，我还真以为你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善人呢。怎么你们医院连这种无良医生都敢收啊？那我们以后还怎么敢放心的在这看病啊？医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我谁都别想走！哎，谁都别想走！大家不要吵！江医生怎么可能是殴打患者家属那种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老百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瞒呀？大家先冷静一下好吧？这也太缺德了！一定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。姐，你二哥不是在平津投了几家新媒体公司吗？能不能帮个忙，去查一下有没有原始视频？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行，我去查查。大家先回去啊。那曾院，你可得说到做到啊！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一定要争取自己权益的，不能被多难呀！现在今天这事没完，我跟你说，又半头还不如让别的医院看。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你没用，工作先停一停吧。放心，这件事情院里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做到问心无愧，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受委屈。记住了，大男人要能屈能伸。
别担心，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如果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就遇见了你，善后你用你那套胡编乱造的心理学给我剖析的一干二净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那哪是胡编乱造啊，明明就是真才实学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你不会就对我图谋不轨了吧？到底是谁对谁图谋不轨？敢聊不敢认啊？我哪有不敢认啊？我那是……你来干什么？怎么，不打算请我进去？女朋友管得严，不方便。干嘛来我头上啊？你们聊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真是可笑啊！我自诩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喜欢上他这一款。如果你是来找不痛快的，你也看到了，请你离开吧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虽然不相信网上那些无稽之谈，但我也不会放任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丹娘，只要你肯去到里昂，你就可以摆脱这一切。换个环境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的，你依然可以重新做你自己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去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只要完成了进修，你回国之后会拥有怎样一片天地啊？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啊？我考虑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唐一？那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？还是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？爱？什么是爱？我以为我们之间曾经也有过爱，直到你出国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我们之间不过是合适，是习惯，是责任。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男女之情。你不要告诉我你和唐一之间就有男女之情，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啊，3个月，你就那么笃定你对他的感情不是一时冲动？他到底有什么呀？他不过就是一个要背景没背景、要家世没家世的底层小医生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你看清楚，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在你的世界里边，医生是要往上爬，是可以不在乎患者姓甚名谁，是要权衡利弊，提高科研效率。但是在我的世界里，医生就从来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治病救人。我见到唐一的第一刻，我就知道。你的手先消毒消毒。没事没事，先处理病人。我帮你吧。没事，先处理病人。好。他和我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江天才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到底是谁陪你在实验室里度过那些日日夜夜？可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想迈进那个实验室吗？我一看见那些实验数据，我就头疼。
是你，你一直一厢情愿的认为，你陪我做了那些实验，我就会很高兴。林菲儿，一直是你，自始至终是你拉我进了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。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。不好了，江医生，出事了！什么时候的事？1个小时之前，隔壁邻居送过来的，是急性颌下间隙感染。都怪我，他最近没怎么来医院复查，我就应该去家里看看他。你现在还在停治中，你别担心，陈医生在里面呢。儿啊，爸对不住你，没看好小春，也没照顾好你妈，爸有罪啊，爸有罪，爸有罪。蒋阿姨那么好的人，爸有罪啊！怎么会？爸有罪啊！爸有罪啊！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跟阿姨告个别吧。老年人口腔疾病患病率高，发展速度快，自我修复能力弱。但是人老掉牙不是必然规律，只要口腔内还有牙齿在，就应该坚持早晚刷牙。如果发现口腔内有牙龈红肿、出血、口腔异味、牙齿松动等问题，就应该及时就医，积极治疗，否则轻者影响口腔功能，重者引起全身感染，影响生活质量。